前阵子日本爆发了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政治丑闻，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被查出收贿弊案，不仅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人马卷入其中，前首相安倍晋三过去的亲信也一个个被检方约谈，甚至被起诉跟逮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政治现今风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被爆出了非法收取大约10亿日币的政治现金，而且有好几名的内阁高官、现任议员都卷入其中，包含了现任首相岸田派人马，还有安倍晋三原本领导的安倍派人马。而安倍派正是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涉案状况最严重的，不仅内阁中的安倍派高官全部都因此下台，甚至呢已经有好几名的现任议员被逮捕跟起诉。外界认为，这次的政治现金丑闻恐怕会造成日本政坛的大动荡。一方面呢是安倍派有可能会因此倒台，而他们又是目前自民党当中势力最大的一派，所以党内的势力平衡很可能会大洗牌。而另外一方面，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也可能因此在明年的大选当中失利，形成了近70年来第3次非自民党执政的局面。那么今天呢，就会来聊聊这次日本的政治丑闻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事情，又为什么安倍晋三都过世了，他的人马还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那这一次的事件又会对于日本政局造成什么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超疗愈手游 Travel Town， 这是一款经典的3消游戏，玩家的任务是要帮助一个海边小镇居民重建被暴风破坏的家。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创造新的物品，然后把相同的物品融合起来，就可以升级成不同的收藏，最后把这些收藏卖给小镇居民完成订单，赚金币来升级你的小镇。随着游戏进行你还可以解开不同的任务，解锁各种稀有的收藏品，参加特别限定的活动等等，一点点让整个城镇变得越来越繁荣。整个游戏体验简单又疗愈，非常适合在疲累一天之后放空大脑玩。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免费下载 Travel Town， 一起来玩吧。要解释这一次的事件，我们要先来介绍日本的派阀政治。简单来说呢，派阀就是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基于不同的立场或是地域关系、人际关系各自组成的团体，用来调停政党内部对各种议题的意见，也会协助政治资源的分配。通常日本媒体呢会用时任会长来简称各个派阀，比如说岸田文雄担任会长的红池会呢就叫做岸田派，而安倍晋三之前带领的清和会，因为还没有选出新的会长，所以还是叫做安倍派。那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台湾政党也有的派系，但日本自民党的派阀呢影响力要大得多，因为自民党从1955年创党至今只有输过2次大选，在野的时间呢加起来连5年都不到，也就是说近70年来呢有超过90%的时间都是他们在执政。那在这种接近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派阀就变成了能够左右政局，类似于党中之党的存在。而这些派阀呢，不仅会各自的募款来帮旗下的议员辅选，也会透过各自培养的议员影响立法，还有各种人事任命，甚至日本首相的人选，也往往是各派角力之下的产物。换句话说，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之下，派阀政治有点取代了多党政治的功能，让自民党内部可以存在更多元的政治光谱。那一个派阀如果闯祸或者遭到民意反对，别的派阀就有机会爬上来主导政局。由于日本呢是内阁制因此各派阀的权力大小主要是依据民选产生的议员人数来判断的。有最多议员的最大派呢，也就拥有最多的主导跟决定权。截至去年底呢，自民党总共有378位的议员，他们分属于6个派阀，还有一些是无派阀。那依照议员数量来说呢，势力最大的就是有98名议员的安倍派，而他们也是这次丑闻的主角之一。去年底，一名大学教授呢向日本检察告发，说自民党内有好几个派阀透过募款参会非法收取政治现金，正式的引爆了这次的风暴。那其实呢，这个募款参会本身是合法的，任何政治人物或是团体都可以透过贩售参会活动的门票来募款。只是为了避免官商勾结，所以日本法律有规定如果单一团体或人物买了价值超过20万日币的门票，就必须要作为政治现金申报。那根据报道，自民党各派系的惯例呢是让所属议员去买门票，而且呢有业绩的配额这超额的钱就会回馈给议员当做政治资金，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次就被爆出，很多议员收到的回馈金都没有登记在派阀的收支报告中，成为了台面下的小金库。而状况最严重的就是安倍派。报道跟踢爆，安倍派呢还会让企业分别跟好几名议员购买20万日币以下的门票，设法呢规避申报，甚至还有安倍派大佬举办假参会，门票
票卖了上百万元，结果现场呢只有不到10名的内部员工，根本没有任何买票的企业到场。那不仅日本媒体大肆的调查报道，日本检警在接获告发之后，也开始大动作约谈各派的高层，突袭搜查他们的办公室，期间呢更当场逮捕一名涉嫌湮灭证据的安倍派议员。那到了1月19号，日本检方就正式的报告，过去5年内安倍派至少有6.75亿的日币的政治现金没有依法申报。此外呢，还有二阶堂派的2.64亿跟岸田派的3000万。因此，他们也正式起诉了这3派的会计，另外还起诉了几名涉嫌受贿的安倍派议员。而至于更高层的人呢，跟其他派阀的人，因为没有找到直接的犯罪证据，而没有被起诉。事件刚爆发不久，在野党呢就针对安倍派的内阁官方长官提出不信任案。那虽然在自民党的人数优势下没有通过，但是在野党的大动作和日本媒体的大篇幅报道，也让追讨事件的舆论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呢，现任政府的支持度也不断下降。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所做的民调，在这次争议爆发之后，岸田文雄的内阁支持率就从原本的25% 左右一路下跌，不仅罕见的跌破20%，甚至在1月检方公布调查报告之后呢，直接跌到14.6%，创下了1960年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低。有分析认为，再这样下去呢，不仅岸田文雄的首相位置岌岌可危，甚至明年大选自民党也有可能会丢掉执政权。因此，这2-3个月来呢，岸田也多次的出手试图止血，甚至自民党内部呢也出现了一波废除派阀政治的声音。在争议爆发之后，首相岸田文雄就亲上火线回应，先是主动的辞去岸田派会长以示公正，又宣布自民党呢全面暂停举办募款参会，并且表示要进行内阁人事调整。不久之后，4名安倍派内阁高官就全部都下台了。那在检方公布调查报告之后，他也带头解散了岸田派。随后，同样涉案的安倍派二阶堂派也跟进解散，等于自民党6个派阀直接砍半。而且被解散的这3派呢，还拥有自民党1半以上的议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动荡。但还不只是这样子哦，为了宣示改革的决心呢，岸田也在党内设置了政治刷新本部来开会商讨对策。他们也在1月中对外报告说，未来要禁止派阀举办募款参会，或是干涉阁僚的任命，誓言让派阀脱离金钱跟人事，变成单纯的政策集团。是自民党内呢，也有一些无派阀议员公开的呼吁党中央应该要废除所有的派阀，用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回国民的信任。那虽然目前没有卷入丑闻的麻生派跟茂木派有传出这个反对的声音，认为解散派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同样没有涉案的这个森山派呢，则是在1月底表示要自主解散，响应党内改革。不过这一连串看起来很激烈的改革措施，日本多数政治分析却不太买单，认为这些措施不会真正的带来改变。多数分析不看好自民党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负责推动改革的政治刷新本部里面38名成员当中，不仅包含了麻生茂木森山派的会长，更有10名正在接受检方调查的安倍派。所以有分析认为现在的改革呢，只是做表面的功夫，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认为自民党根本改不掉派阀政治。许多分析提到，自民党派阀呢，以前也爆发过好几次的弊案，提出的解方也往往是政治改革，甚至呢也曾经决定废除派阀，但到头来这些改革也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带来改变。比如1988年爆发了瑞可利弊案之后呢，自民党就制定了政治改革大纲，规定首相跟内阁高官等等政治要职呢都要脱离派阀。但后来上任的首相呢，就算提出了政治改革相关的法案，却还是会被大派阀的这个议员给挡下。然后在1992年，自民党的最大派阀又爆出了政治现金弊案，导致自民党在隔年大选落败，首次沦为在野党。而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的喊出改革，这次更扬言废除派阀，甚至连各派阀的办公室都关掉了。但自民党重新掌权之后，这些旧派阀又一一的恢复运作，自民党呢更用政策团体重新定调派阀，也等于是正式宣布派阀复活。此外呢，除了小泉纯一郎菅义伟以外，后来的首相也都没有依照大纲规定的脱离派阀，等于是又回到了原点。分析进一步指出，派阀之所以很难废掉，是因为派阀提供的金权分配机制已经是自民党运作的一大基础。其实打从一开始呢，自民党就是在日本商界促成之下，由几个右翼政党整合而成的，也因此发展出了派阀的机制来协调党内分歧。而在自民党壮大的过程当中，政商界之间又透过派阀形成了更复杂的共生关系。简化来说，就是商界靠着资助派阀获取一定的游说机会，而派阀呢则靠着商界的资源打选战，巩固议员的数量，而自民党呢又靠着各派阀的运作，解决党内的资源还有权力分配等等问题，并维持着一党独大的地位。所以分析认为，这次的改革如果没有提出什么崭新的制度，能够全面的替代这个派阀的功能，恐怕还是不会带来实质上面的改变。
那如果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难以改变，日本选民到底还能够期待什么呢？要解决自民党派阀政治所造成的贪腐问题除了内部改革之外，另外一种更直觉的方法，或许就是透过政党轮替，让政党政治取代派阀政治。不过，分析多半认为政党轮替的可能性不是很高。自民党呢，从1955年创党以来几乎一直都在执政。而就现在的民调来看，虽然自民党的支持度大跌但主要在野党支持度也没有明显的上升。分析认为，这代表日本民众虽然不满执政党但也不觉得在野党更好。而这背后的原因，可能跟上一次政党轮替的失败经验有关。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选举当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创下了1955年以来的第2次政党轮替，跟首度有非自民党的政党单独执政。但后来民主党政府的表现呢，却让很多选民失望。不仅许多的政见没能够兑现2011年发生311大震灾的时候的应对跟处置，更是备受批评，加深了日本大众对于在野党执政能力的质疑。那如果自民党改革不行，政党轮替也不行，到底还能够期待什么呢？一些日本年轻人的答案可能是什么也不期待。而这种心态呢，也反映在投票率上。近10年来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都不到 60%，20到29岁的年轻选民呢，更是连 40% 都不到。根据时事通信的调查，年轻人不投票的原因，不外乎是对于政治不了解、没兴趣，或者觉得投票也无法改变现况。分析认为，这种不满现状呢，又无意改变的心态背后，其实有很复杂的因素，可能跟日本长期一党独大有关，也可能呢跟日本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种下的各种历史因素有关。不过，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复杂，很难简单的带过，也跟今天的主题离得比较远，所以详细原因呢，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介绍，或者呢，也很欢迎到资讯栏看看我们列出的延伸资料之前我们有几集影片呢，都有提到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政治冷感的状况。那这一次在整理这个脚本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政治冷感呢，跟日本的政治问题之间好像有很强烈的恶性循环。自民党透过派阀政治长期一党独大，虽然有稳定的执政基础却造成了金权政治、贪腐频传的问题，也使得在野党缺乏了执政经验。那这个时候，选民就会很两难，继续投票给自民党，他们也很难做到内部的改革；投票给在野党，又要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好好的管理国家。在这种不管怎么样投，似乎都不会变好的状况之下，不投票好像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我们觉得，当选民不愿意用投票去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政治人物呢，也就更缺乏改变的动机，使得问题更难被正视跟解决。不过，我们也有看到，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冲击，近年呢不少民调都显示，日本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关心程度有向上提升。虽然没有直接的反映在投票率上面，但我们觉得这也多少的显示出日本年轻人并不是彻底的政治冷感。那或许现在缺乏的是一个让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而至于要怎么样才能够引发这个动机，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许是看到改变的曙光，又或是现况让他们觉得很愤怒，忍无可忍。那就这一次的事件来说，我们觉得后者的动机可能比较容易满足。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日本网友转发一段影片。内容呢是这次涉案却没有被起诉的几名安倍派大佬，在最近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谈笑风生的画面，那种一派轻松，仿佛不担心政治后果的态度，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愤怒。那虽然发生政治丑闻实在不是什么好事，但换个角度想负面情绪往往是最有动员力的。所以自民党呢也很快的就回应说要改革。那如果他们的改革最后还是没能够让大众信服，或许这有可能成为一些日本人参与政治的起点吧。那最后也想来问问大家，你觉得自民党会在明年的选举当中下台吗？也会都发生这么扯的事情了，日本人应该会用选票教训他们吧，并不会有他们一党独大这么久了，应该这次也能够度过吧。所以不知道，可能要看看在野党能不能拿出说服力吸引选民吧。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政治现金风暴。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日本左派学运以及安倍晋三过世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